行，那就这样说定了。我其实很喜欢看到你喝醉的样子，特别热情。后面那句话，战印声音压得很低。这座冰山真的变了很多，在电话里都会撩他了。事情还顺利吧？他们没有在闹腾啊？战印还记着海老太的无赖样，担心海老太会撒泼啊。想到自己安排了保镖跟着海童，还有律师等人跟着，海童又会拳脚功夫，战印也不担心了，很顺利。我爷爷可能把他儿孙说过的话告诉了我奶奶吧。这一次我奶奶没有再闹腾，很配合。我也让人把洪家的外公外婆接了过来，他们就说不要我妈的房产，都给我们。战印没有接触过洪家人，洪家人当初也有点不地道，看在他们养大了他的丈母娘，恩与怨相抵了。洪家外公外婆向我们说了对不起，说他们当年也心太狠，没有收留我们姐妹俩，导致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头。在我爷爷他们欺负我们时，他们也没有替我们出头。海童说道，我不想和他们计较这些了，怎么说他们也养大了我妈妈。战印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圣母？不会，你恩怨分明。又叫我战印了。海童笑，老公，办完了事情早点回来，我很想你。早上咱们俩一起出的门呢，才半天功夫，我是恨不得把你拴在我身边，一刻不分离的。海童被他的情话哄得心里甜丝丝的。他说道，下午拿资料去一下房管所，开始走过户流程，就可以回去了。末了，海童补上一句话，我也很想你。战印知道他想他没有他想他那么多，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，他已经很开心了。夫妻俩煲了一会儿电话粥，海童主动结束通话。事情办妥后，姐妹俩带着保镖们去了阿玉婶家里吃饭。阿玉婶夫妻俩杀鸡宰鸭，还去买了很多菜回来，农家菜摆满了一张桌子。洪家慧生前和阿玉婶关系最好，又是同宗族的宗亲，彼此拈亲带故。海童姐妹俩在阿玉婶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，让阿玉婶开心不已。姐妹俩的亲伯伯、亲叔叔们也邀请过姐妹俩去吃饭，被海玲拒绝了。双方现在是不闹腾了，但想他们放下过去的恩怨，跟他们坐下来一起吃饭。姐妹俩自认呢还没有这样好的涵养。饭后与阿玉婶以及其他村民唠叨了一会儿后，下午上班时间，姐妹俩要去镇上的房管所办事，才离开了海家村。海童想给点钱阿玉婶，被阿玉婶拒绝了。阿玉婶还给姐妹俩塞了很多她自家的农家特产。姐妹俩离开海家村后，商小飞安排过来与几条村的村长签合同的人也到了。两件事是同一天办妥的。签好了合同，海童和小飞等人投资的项目就可以开始动工了。回到市区时已近傍晚，姐，我去公司等战印下班吧。海童边开着车边对姐姐说道，还扭头问外甥洋洋要不要跟小姨一起去接一仗呀。洋洋还没有答话，海玲就说道，你带他去，战印会嫌他是电灯泡的。洋洋一下子就想起姨丈说过他是电灯泡的话，他马上就摇头答道，小姨，我不是电灯泡，我是洋洋。是，洋洋是洋洋，不是电灯泡。你姨丈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。海玲笑道，你把我们母子俩放到租房楼下就行了。我带他去买店里明天需要的食材。那好吧。海童没有勉强，他把姐姐和外甥送回到租房楼下，看着母子俩上了楼，他才开车离开。那到了战氏集团呢，却遇到了宁云初。宁云初是独自前来战氏集团的，他一手拄着盲人拐杖，一手抱着花束，在值班保安的指引下，慢慢地走向那栋办公大厦。海童看到他后，把车停好，就快步走向他。宁小姐啊！听到海童的声音，宁云初停下来，通过声音来源面向着海童，脸上有着微笑。战大少奶奶，是你啊？是我，宁小姐。你给谁送花？你店里的工人呢？
宁云初说过的给客人送花都是店小妹他们送，他只负责看店，因为他眼睛看不见，那给客人送花很不方便。这束花是战二少爷要的，他点名让我送过来。宁云初老实的道。战一晨跟他说，如果他亲自给他送花过来，就像孔家推荐他，过2天孔家在管城大酒店办宴会，布置场地是要用到一些花草的，到时候就让孔家出面让酒店的人去春暖花开买花。这是生意，宁云初想接这单生意，就冒险给战一晨送花过来。海童皱眉，在心里吐槽老二在作死的路上。我带你去找战二少爷吧。海童体贴地道。宁云初道谢，却拒绝了海童的好意。他说道，战二少爷说，必须是我自己走到他的办公室，不能让人带着我，可以让人告诉我怎么走。战家男儿在追妻的时候，是否都喜欢作死呀？大少奶奶，我现在快到办公大厦门口了吧？刚才保安大哥告诉我，大概是几百米远的。我按我的步数来算，我应该离办公大厦的门口还有50米远。海童看看办公大厦，目测是还有50米远。是的，是还有50米远左右。你走到门口，那里有台阶的，你慢慢的走上台阶，然后直接往里走，会有前台叫住你。你说给战一晨送花的就行了。从门口直入大概有40米左右，往右转，便是电梯口。战一晨的办公室好像在66楼吧。海童把路线告诉了宁云初，宁云初知道战一晨办公室所在的楼层的。战一晨在电话里告诉过他，就是他看不见，一个人坐电梯有点麻烦。出了电梯后，你先往前走几米远，再往右边走，然后再往前面直走就行。战一晨的秘书就会把你带到他办公室门口的了。战一晨要作死，让宁云初自己摸索着去他的办公室。海童这个当嫂子的自然是成全他，给他作死的机会。宁云初静静地听着海童说的话，他记性也特别好，海童说过1遍，他就能记住。宁小姐，你能记得住我说的路线吗？海童关心地问道。宁云初温声答道，谢谢大少奶奶，我记住了。那我先走。海童要上顶楼找战印，坐的电梯都不一样。好吧，大少奶奶忙吧，我慢慢的走。战二少爷要求我自己走进去的，不能让人带领着。海童觉得小叔子是在作死，整治宁云初。宁云初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他都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战一晨，战一晨要这样为难他，偏又抛出了诱饵来引诱他。他花店的生意最近一般般，除了那一天有人来他店里买光了所有玫瑰花之外，平时买花的人都不多。战一晨提出会推荐孔家从他店里买花草去布置宴会现场，宁云初就心动了。管城大酒店很大，孔家在那里办宴会，宴请的都是管城商界有头有脸的老总们，现场布置就需要用到不少的花草。他能拿下这单生意，那他这1个月的营业额就够了，赚到的钱够交店租和支付2个工人的工资，就自己还能余下一点钱零花了。所以就算战一晨提出来的条件对他一个盲人来说是苛刻的，那宁云初也答应了。早上出门时经常会遇到战一晨，战一晨总有法子激得他上他的车，他送他到店里。宁云初觉得战一晨不是个坏人，接到他这样的送花要求后，宁云初就想不明白战一晨到底想做什么，是整治他，还是其他原因啊？那我先走吧，你小心点，要是记不住路线，就停下来问别人，他们会告诉你的。海童一下车就走向宁云初，还和宁云初说了那么多的话，别人都有眼睛看到的，知道宁云初是总裁夫人认识的人。不敢怠慢啊。就算不知道2个人认识，战氏集团的职员对宁云初也会很和气。他们对待来访的人要是态度不好，就是破坏战氏集团在外人眼里的形象。公司不会要这样没有涵养的职员。海童叮嘱了宁云初几句后，先走一步。他进了办公大厦，
就还交代了2名前台几句，在宁云初需要帮助时，让前台给宁云初指路。宁云初在海童先走后静了静神后，再次往前走。他听到海童走路的脚步声，记着方向了。他顺利地走完了那50米的路程。那拐杖碰到了台阶后，就知道自己到了办公大厦的门口。上台阶的时候，他走得很慢。上下台阶吧，那他是最容易摔倒的。好在门口的台阶没有几级，他也顺利地走完了。站在门口，他又静听了一下，听到有脚步声走向自己，他转个方向，确定了前进的路线。宁小姐，你好啊！一名前台走过来，微笑地向宁云初问好。你好啊！宁云出面朝着前台，前台见他戴着墨镜，拄着拐杖，像是盲人，有点惊讶，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常态。哦，怪不得总裁夫人会特意交代他们。哦，原来宁小姐是个盲人，战副总怎么会让一个盲人给他送花过来？前台在心里腹诽了一句，面上依旧保持着微笑，对宁云初说道：“宁小姐，我能帮到你吗？”谢谢，不用了。宁云初已经记住了走到电梯口的距离有多少米，不用麻烦前台。宁小姐若是有需要，再找我们吧。前台微笑地道。他看着宁云初抱着花束，拄着拐杖，就慢慢的往前走。等宁云初走远了，他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并对同事说道：“战副总怎么会让一个盲人给他送花的？战副总会不会是对宁小姐感兴趣啊？咱们进公司工作也有2年了，还没有见过战副总对哪个女孩子感兴趣的呢，也没有年轻的女性来公司找过战副总。”那名前台笑道：“应该不会吧？可能是战副总也不知道宁小姐是个盲人。战副总是战家的2少爷，身份尊贵的很，怎么可能会对一个盲人感兴趣？不过那是战副总的事，与他们无关啊。”宁云出进了电梯，电梯里没有别人。他摸索着摸到了那些数字按钮，靠着手感摸了好一会儿，确定了他进的这层电梯是无法直达66楼的，他便按了最后面的那个数字。等到电梯把他带到了这层电梯能到达的最后一层楼后，他就连忙走出电梯。电梯口恰好有人要坐电梯的。宁云初问了那些人要坐哪一层电梯才能直达66楼。被宁云初问话的人看到他和自己说话时，脸是朝着另一边，又见他拄着拐杖，猜测他是盲人，忍不住在他眼前挥挥手。见宁云初没反应，确定了他真的是个盲人。你请跟我来，我帮你。那人很好心的道。宁云初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了，才转过身来，就脸朝着对方，然后跟着对方走。那人带着宁云初来到另一层电梯前，帮宁云初按开了电梯。等宁云初进去后，他对里面的人说道：“这位小姐要上66楼的，她看不见。”便有人帮着宁云初按下了66楼的数字键，并对宁云初说道：“需要我送你到66楼吗？”“谢谢，这层电梯是直达66楼的吗？”“可以到66楼，最高可以上到67楼。”宁云初哦了一声，又向对方道谢，并婉拒了对方的陪同，怕战一晨看到他是有人带着上楼的，不高兴，不给他介绍生意了。那随着电梯往上升，电梯里的人陆陆续续的出去了。很快啊，电梯里只有宁云初一个人。他静静地听着周围的动静，确定周围没有人后，他猜测到66楼的人就他一个。那么下一次电梯门开了，他就可以出去。不到2分钟，电梯门再次打开，宁云初赶紧走出去，记着海童跟他说过的话，他出了电梯后就慢慢的走着。你好啊，请问你是？他听到了温和的男音，便停了下来。我是花店的，战一晨先生打电话到我店里去，让我给他送一束花过来。宁云初说明来意及身份。战一晨的秘书看了看宁云初抱着的花束，温声说道：“你稍等片刻，我打电话问问战副总。”秘书没有收到消息，他得向战一晨求证一下，才能让宁云出去见战一晨。好的。
宁云初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等着秘书打内线电话向战一晨求证。很快，秘书走到宁云初的面前，温和地道：“你请随我来。”谢谢。宁云初边道谢边跟着秘书走。来到副总裁办公室，秘书替宁云初敲开了办公室的大门。他先进去，对战一晨说：“宁云初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”战一晨还在忙着，他头都不抬，沉声回应了一声。秘书请着宁云初进办公室后，他就退了出去。宁云初在秘书和战一晨说话时，留心地听着战一晨的声音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。进了办公室后，他就直接朝那个方向走去，遇到有阻物，他就避开，走得很慢，却也成功地走到了战一晨办公桌前。确定是走到了办公桌前，那是因为他的拐杖戳的，戳到了桌子底下战一晨的脚，他赶紧缩回了拐杖，被他的拐杖戳到了脚后，战一晨才抬头看他。哎，咋来的这么晚呀？我都准备下班了。战一晨开口就是抱怨宁云初来的太晚。宁云初摸索着把拐杖放靠在他的办公桌上，然后把花束递向战一晨，歉意的道：“战二少爷，我看不见，走得慢一点，以至于来晚了。二少爷，这是你在电话里要的那花束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说一说。”战一晨接过花束，随手就放在桌面上。他并不喜欢花束，不过是找个借口让宁云出来一趟。我让店小妹骑着车送我到贵公司门口，然后自己走进来的，没有让人带着你走啊？没有，我只问了从公司门口到你办公室的路线。战一晨嗯了一声，看着他片刻后，温和地道：“坐吧。”啊！宁云初有点错愕，他以为花束送到了。战一晨给了买花的钱，就会让他回去的。来都来了，坐下来喝杯热水吧。战一晨说着，起身绕出办公桌，去替宁云初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宁云初摸到了一张椅子，小心地坐下。在战一晨递给他一杯温开水时，他连忙道谢：“如果不让你店员送你，你能坐车到我公司吗？”战一晨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，问着宁云初：“宁云初，有公车到公司门口的吗？”有好几路的公车会经过我公司门口，有人送我上公交车，我可以不用我的员工送我，也能到达你公司的门口。战一晨又盯着他看了片刻后，抿了抿嘴后，说道：“下次试试自己过来，让你员工帮你拦6路公交车，那路公交车能到我公司的。”宁云初默了默后问道：“战二少爷，是不是我得罪了你？”没有呀，我们统共没见几次面，你怎么可能得罪我？就算他有得罪他的地方，他也会包容的，毕竟以后要包容他一辈子的。是不会和他计较的。我没有得罪战二少爷的地方，二少爷为何要指名道姓让我给你送花束过来，还要我自己走来，不能让别人带着我走？战一晨说道：“你以后要常来，我希望你能记住来找我的路线，走得熟了，你能够行动自如。”他干嘛要来找他？哎，还要常来啊？我们公司里有些盆栽被养死了，可能是电脑太多吧，辐射太大吧，那些绿色植物死得快。我想帮大家换一批盆栽。战一晨说到这里就停下来，看着宁云初。宁云初，这单生意大呀。好，下次我自己坐公交车过来，到了公司门口，我就熟的了，走过一次我就记住了路线。下次过来会快一点，不会让战二少爷久等的。二少爷，贵司要换一批盆栽花，可以去我们春暖花开看看。我们店里有很多适合你们摆放在办公室里的盆栽。战一晨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行，明天你就把适合摆放在办公室的绿色盆栽全都送过来，有多少我们就要多少。大盆的也无所谓，办公大厦前面还有个小公园，可以摆放到那里去。”宁云初应着：“好。”战二少爷，叫我一晨吧，老是战二少爷战二少爷的，听着拗口。宁云初有点发愣，很快他浅笑：“二少，缩短了，
就2个字，听着不拗口了吧？战逸晨考虑到2个人相处的时间还短，让他叫他的名字，他会觉得不妥，就没有再说话，默许了他叫他二少。二少，孔家办宴会的事。战逸晨说道：“你已经按我要求给我送了花束过来，我自会兑现承诺的。等会儿就打电话给酒店的经理，让他派人去你花店里买花。孔家是让酒店自行帮忙布置场地的，只说了条件，酒店就会按他们说的要求去布置，保证让宴会场地布置的高端大气的。谢谢二少。”宁云初心情愉悦，觉得来这一趟没有白费，至少能拿下了2大单生意。看他心情愉悦，那战逸晨心情也很好。二少，若没有其他事情，我先走了，不打扰二少工作了。宁云初摸到自己的拐杖，拿过来后，起身欲离开，还不忘提醒战逸晨：“二少，买花的钱你还没有给我。”战逸晨也不赖他的花钱，从钱包里抽出了200块钱，递到他手里。他是让他按照200元的价位给他包的一束花。收到了花钱，云初把那200块钱揣进裤兜里，再一次要离开。战逸晨拿起那束花，绕出办公桌，然后把那束花塞到了宁云初的怀里，说道：“这束花送给你，走吧，我们一起出去，我到时间下班了，请你吃饭。”宁云初被战逸晨整得有点傻眼，他打电话指名道姓要他送一束花过来给他，他照做了，以为他要把花束送给他心仪的女孩子呢，没想到他这么随意的把花束给了他，买花的钱进了他的口袋，花束又回到他手里。二少，宁云初不解地叫着：“我又不喜欢花束，也没有女朋友，让你给我送束花过来，不过是让你自己走熟来找我的路线，以后方便点。”战逸晨笑着解释：“不过你小傻子的模样很好笑，看在你取乐了我的份上，我请你吃饭，走吧。”宁云初在心里骂着：“你才小傻子。”他那不按牌理出招，他是被他整得有点傻了。表面上宁云初恢复了淡定的神情，他边跟着战逸晨走，边婉拒了战逸晨的请吃饭：“你回去后也是叫外卖的吧？外卖吃多了不好。我请你吃饭，要不你请我吃饭。我给你2大单的生意，你请我吃饭也是好应该的事。”宁云初一噎，半晌呢，他说道：“我身上只带着几百块钱，可能请不了二少吃饭。他是战家的二少爷，平时吃饭的地方肯定是去管城大酒店，那也是他家的酒店，他去自家酒店吃饭理所当然。他不是没有去过，在他没有失明之前，他是去过管城大酒店吃饭的，知道在管城大酒店请他吃一顿饭，几百块钱是解决不了的。没事，我可以借钱给你请我吃饭。”战逸晨扭头看他无语的样子，笑道：“你选择是我请你吃饭，还是你请我吃饭？反正他都要他陪着他吃饭，早点适应一下，以后相处起来也能愉快一点，那也能看看他喜欢吃什么菜。其实咱们2个人吃饭也不需要点太多的菜，4菜1汤就行了。管城大酒店的菜，又不是每一道都很贵，也有价格很亲民的。”宁云初听他这样说，一咬牙说道：“我请二少吃饭吧，是谢谢二少给我介绍了2单生意的报酬。好，他出钱还是他出钱，战逸晨都无所谓，以后是夫妻俩，一家人，不分彼此。他的是他的，他的是他的，就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嘛。”战逸晨带着宁云初坐着电梯下1楼去，在1楼遇到了他家兄嫂逸晨，宁小姐。海童笑着打招呼，他以为宁云初早就离开了呢，没想到是跟着战逸晨一起下楼。看到2个人走在一起，战逸晨高大俊挺，宁云初跟他相比就算得上是娇小玲珑了。外表上2个人很般配，大嫂、大少奶奶。战逸晨叫了一声大嫂，宁云初则是客气地叫海童做大少奶奶。战逸晨偏头看看他，本想纠正一下他的称呼，
记起他现在还不是他的妻呢，他不可能随着他叫海童做大嫂的，他总是把她当成妻子来看待，与他相处也是在练习如何当好一个丈夫，但他却是把她当成陌生人。哇，造成这个局面的人是他可亲可敬的奶奶。想到奶奶跟着老三去江城出差了，战一晨又觉得自己还好吧，虽说宁云初现在还没有恢复光明，生活上有着诸多的不便，至少在他的眼皮底下，不用像老三那样以后想乔少爷。哦，是乔小姐时还得坐飞机飞过去，奶奶还是疼他的。大哥，战一晨又叫了战印一声。战印扫了一眼宁云初以及他怀里抱着的那束花后，视线就回到了弟弟的身上，淡淡的嗯了一声后，便拥着海童的腰肢撇下一句：我和你大嫂先走。也不等弟弟回话，他拥着海童走了。海童边走边扭头看啊，战印用手扒他的扳正，低沉的道：我比一晨好看呀。我又不是看一晨，我是看云初。不是啊，你这话说的怎么有酸味啊？你看别的男人，哪怕那个男人是我弟弟，我都有酸味。海童，以后咱们若有了儿子，我对儿子好，你是不是也要酸一回？咱们生女儿，我就不酸了呀。海童笑，我也想生女儿，打破你们家和尚庙的传说，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命呢？我还是做着生儿子的准备吧。你呀，要是连儿子的醋都要吃的话，就准备酸上一辈子吧。战印就绷着脸，很不爽的样子。想到夫妻俩以后若有了宝宝，宝宝还是个儿子，会分走他老婆的注意力，说不定海童对宝宝好过对他呢。战印就想着，要不他们先做避孕措施，继续过两人世界吧。我让苏南帮我打探一下，有没有特别厉害的风水大师，偷偷的请回来帮我们家看看风水，是不是风水的问题才让我们战家成为和尚庙的。战印还是很想有个女儿的，这不仅仅是他的愿望，也是他们战家几代人的愿望。打探到了吗？还没有真正有料的大师，就算打探到了行踪也难请的。不过呢，就算要花重金，我也会把他请回来帮咱们家改一改，看看从我们儿子辈开始能不能有个女儿啊。海童说道，我听说也讲究缘分的，若是大师不愿意来，那是与我们无缘，你不必强求他，问问奶奶吧。当初是谁帮你们家设计的风水局，找那位大师问一问便知道原因了。那夫妻俩就边闲聊着边走出办公大厦，走向战印的车子。那海童开着过来的那辆车让保镖开回去。上车后，战印继续说道，我听奶奶提到过，咱们家真正的老宅就是过年时我们住的那里，以及游游山庄都是同一个风水师看的风水。不过奶奶说那位大师看游游山庄的风水时，年纪已经有70几岁哈，现在他估计就已经仙逝。游游山庄建成也有几十年了。海童遗憾，他喜欢听玄学方面的事啊，虽然他不懂，但听着津津有味，还喜欢听灵异事件，害怕都喜欢听的那种。哦，那只能慢慢的打听了。海童说道，大不了咱们二胎再拼个女儿。战印的大掌附在他平坦的小腹处片刻，缩回了手，羡慕地道，咱们要是能像君然的兄嫂那般就好。他大嫂二嫂第一胎都是双胎，二嫂呢生的是孪生子，大嫂也快生了。海童笑道，生一个儿子你都会酸，一胎生2个儿子，你那是酸上加酸啊，就不能生对龙凤胎或者孪生女吗？想到他们家比 A 市的君家还要像和尚庙，战印暗自发誓，一定要找到一位特别厉害的风水大师，帮他们家看看风水，是不是风水的问题导致他们家生不到女儿的啊？老公，你看一晨和云初现在怎么样？我看一晨在作死的路上啊。海童换了一个话题，免得他家男人老是想着生女儿的事啊，让他压力山大。还算般配，只要宁小姐的眼睛恢复了光明，就更般配了。一晨怎么作死了？战印还不知道弟弟做了什么事。海童告诉他，他打电话到花店去，
指名道姓要云初给他送一束花过来，还不让别人带云初走，要求云初自己走，一点也不体谅云初的看不见。哎，这不是在作死的路上是什么啊？我想他以后也会天天被打脸的吧。提及打脸的是战印，就觉得自己的脸肿，他干最多打脸的事了。他爱作死那是他的事，有我这个前车之鉴，他都不知道汲取教训，以后别来找咱们帮忙。海童偏头看他嘻嘻的笑，战印知道他笑什么，有点恼羞成怒的把他按入怀里，定住他的头，低手就堵住了他的嘴，不让他再笑他。战一晨能猜到兄嫂会讨论他的事，不过他不在乎。大哥刚和大嫂领证时，他也没少在其他弟弟面前讨论兄嫂的事。大家讨论的最多的是大哥会不会被大嫂征服。战一晨最遗憾的是他们兄弟几个当初没有打赌，要是打赌的话他准赢。他是赌大哥会丢心的。不过貌似啊，所有弟弟们都认为大哥会被大嫂征服呢。大哥不够硬气啊，硬是10年8年都不爱上大嫂的话，大哥连半年都撑不住。战一晨带着宁云初在无数职员的注视下走出办公大厦，宁云初感受到自己成了万众瞩目的那一个。好在他定力十足，依旧淡定地跟着战一晨走。二少，我的店员还在外面等着我呢，我出去跟他说一声，让他先回店里吧，然后我在公司门口等着你，行吗？宁云初是看不到大家的表情，却能想象得到他抱着花束跟着战一晨走的画面，容易让人误会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人太多，你看不见，容易撞到人，也容易被人碰倒，坐我的车出去。我在停车让你跟你的店员说句话，不比你自己走出去方便得多。宁云初就不说话了，他其实是不想坐着战一晨的车离开，转念一想，他要请战一晨吃饭，出了公司依旧是要坐战一晨的车离开的。也就坦然了。数分钟后，战一晨看到一个女孩子骑在一辆女装摩托车上，盯着出出入入的人群看，猜到她就是宁云初的工人。他在经过那个女孩子面前时停了车，按下车窗问对方，请问你是春暖花开的店小妹吗？是的。你是老板。店小妹看到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宁云初。小妹，你先回店里去吧，我请战二少爷吃饭。宁云初听到店小妹的声音后，告诉对方先回店里去吧，不用再在这里等着了。店小妹是知道老板送花过来主要是为了拿到大单生意的，现在老板说要请战二少爷吃饭，说明大单生意拿到了，那是该请战二少爷吃饭，当作报答。他没有多想，等战一晨开车走后，他就骑上摩托车回店里去。10几分钟后啊，管城大酒店，战一晨订的雅间。两个人在桌子前坐下后，战一晨扭头看服务员，服务员反应过来，马上把菜谱递给他。服务员心里有疑惑，二少爷天天过来吃饭，还需要看菜谱啊？战一晨不管服务员心里想着什么，他翻开了菜谱，念菜名以及价钱给宁云初听，让宁云初点菜。二少想吃什么菜就点什么菜。宁云初拿出请客的架势，让战一晨点菜。你只带了几百块钱，我怕我点的菜太贵了。宁云初默了默后说道，二少不是说可以借钱给我吗？战一晨笑道，我是那样说过，但我看你并不想欠我的钱，咱们就点几道便宜一点的菜吧，一份白灼菜心、白切鸡腿、清蒸鲈鱼、清蒸基围虾以及玉米山药排骨汤。宁云初听了战一晨点的4菜1汤，都是很平常的菜式，不会太贵，没有意义。服务员记下了2个人点的4菜1汤后，恭敬地道，二少爷稍等片刻。战一晨温和地道，不着急，我晚上不用应酬，慢点上菜也无妨啊。宁云初在心里腹诽着，你不着急，我有点急，但他做东请客的，又不好说这句话。等服务员走后，战一晨问他，你们店里的生意最近好吗？过得去，做生意竞争大，
你们店里的货是从哪里进的？倪云初反问着他，二少问这些做什么？哎，也想开花店啊？我是想帮你找个便宜的供货商，就让你利润高一点。谢谢二少，与我合作的供货商已经合作了多年，他给我的价格一向是最优惠的。那供货商知道他是盲人后，就给了他最优惠的价格。多年来合作愉快啊。宁云初并不打算换供货商，况且他要是成了战一晨的情，就欠他人情了。他给他2单生意，他现在请他吃饭，就算是抹去了人情的。他不想刚抹掉一份人情，又欠一份人情。主要是他和战一晨不熟呀，到现在呢，他都还没有摸清战一晨接近他的用意。他在宁家是顶着大小姐这个名号，但谁都知道他连个佣人都不如的。那战一晨接近他没有利用价值的，以战一晨的身份地位，他也不需要利用他来达到某种目的吧？那就好。战一晨是想过让山庄里负责花草的管家给他送货的，只收取点成本，又觉得自己这样做，他肯定会拒绝的。既然他不愿意换供货商，他作罢。二少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可以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战一晨笑，你说呢？倪云初老实的道，我猜不出来。猜不出来就不用猜了，反正我不会害你啦。倪云初沉默片刻后说道，但我不想欠二少的人情，非亲非故，他帮他必有所图，偏他不说，他也猜不出来。倪云初很不喜欢这种他无法掌控、处于被动的感觉。